如果我告诉你，人这一生最大的悲剧，不是贫穷，不是失败，也不是被人欺骗，而是活到最后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大部分人根本发现不了，因为他们每天都活得很努力，认真上班，认真赚钱，认真经营朋友圈，认真维持体面，看起来什么都没错。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，有些人这一辈子都在努力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，活到最后却从来没有活成过自己。笑林广记里藏着一个特别残忍的发现，他发现很多人不是活着，是在扮演，扮演成功的人，扮演幸福的人，扮演成熟的人，扮演清醒的人，演着演着连自己都信了。直到有一天人生走到尽头，他才突然发现，原来这一生我一直在演别人，却从来没有做过自己。这个故事如果你看懂了，会有点不舒服。一个人攒了很久的钱，终于买了一套昂贵的丝绸衣服和一顶漂亮的帽子。有一天出门，半路突然下起暴雨，他把衣服淋湿，赶紧脱下来抱在怀里，怕帽子淋坏，又摘下来死死护住。结果衣服没湿，帽子没湿，他自己却光着身子在雨里狂奔，冻得浑身发抖。路人笑得前仰后合，问他图什么，他却一脸得意地说：你们看，我的衣服一点都没湿。他以为自己在保护体面，其实是在牺牲自己。这也是笑林广记最毒的地方，他从来不直接讲大道理，他只是把一个人的荒唐放大给你看，然后让你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笑他傻，觉得一个人为了保住一套衣服，竟然把自己淋成那个样子，实在荒唐。可长大以后才发现，真正荒唐的不是故事里的那个人，而是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。有人拼命维护面子，有人拼命维护身份，有人拼命维护头衔，还有人拼命维护一个成功、体面、优秀的人设。明明已经快撑不住了，却不敢承认自己累；明明生活一地鸡毛，却还在朋友圈展示岁月静好；明明负债累累，压力重重，却还要维持别人眼里光鲜亮丽的样子。那个抱着衣服淋雨的人，至少知道自己在保护什么，而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早已经忘了自己到底在保护什么。你见过这样的人吗？工资只有8000，却咬牙租着12000的小区，不是因为住得舒服，而是不想让同事知道自己过得普通。信用卡已经快刷爆了，还是坚持每年换最新款手机，不是因为手机不能用了，而是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掉队了。感情已经千疮百孔，两个人回家一句话都不说，可朋友圈里依然是鲜花、旅行和纪念日。他们不是在经营生活，他们是在维护一个不能崩塌的自己。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不是把东西看得太重，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东西的附属品。当房子开始定义你是谁，当车子开始定义你是谁，当职位开始定义你是谁，你就已经和那个抱着衣服淋雨的人没什么区别了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追求更好的生活，其实是在拼命维护别人眼里的那个自己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拥有东西，实际上却是在被东西拥有。房子本来是让人住得舒服的，后来变成了身份的标签；车子本来只是代步工具，后来变成了地位的证明；工作本来是谋生的手段，后来却变成了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那个抱着衣服淋雨的人一样，宁愿自己受苦，也要护住那层体面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拼命护住的可能根本不是体面，而是一个根本不能倒下的假自己。你以为你在消费，其实你是在购买一种身份；你以为你在生活，其实你是在维持一个人设。而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，当你维持这个人设太久以后，你甚至会忘记它原本只是你假装出来的样子。为了它，你可以咬牙负债，可以熬夜失眠，
可以委屈自己，可以牺牲快乐，甚至可以牺牲真正的自己。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，当现实越来越撑不起这个人设的时候，人往往不会立刻醒过来，而是开始替自己寻找理由。工资不够的时候告诉自己这是投资未来，身体透支的时候告诉自己年轻还能扛，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告诉自己大家都这样。慢慢你会发现，人最大的本事从来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替问题寻找解释。因为解释不会让人痛，真相才会。而笑林广记接下来那个故事说的正是这种能力，一个人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把借口说成理由，把理由说成真相，最后连自己都骗过去的。书里还有个故事，有人对一个富翁说，小孩子长得像乳母，是因为天天喝乳母的奶，时间久了气息相通，所以越来越像。富翁听完连连点头，觉得特别有道理。那人听完笑了，说既然如此，那你从小一定是吃乳饼长大的。富翁当场愣住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个故事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富翁愚蠢，而是他说出了人性最隐秘的一面。人最可怕的能力，不是被骗。为什么笑林广记喜欢写这种故事？因为他发现，人最大的弱点不是无知，而是自我欺骗。别人骗你一次，伤口总会愈合。可如果你开始骗自己，那个骗局就会变成你的人生。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别人骗你，而是你开始主动替现实打补丁。因为一旦停止解释，真相就会出现，而真相往往只有一句话：事情可能早就结束了，只是你还舍不得离场。其实老板给你画饼不可怕，恋人骗你不可怕，投资失败也不可怕。真正可怕的是，有一天你开始主动替他们解释。老板3年没涨工资，你说是在积累经验，对方已经不爱你了。你说只是最近太忙，身体已经亮红灯了。你说忙完这一阵再检查，项目已经失败了。你说再坚持一下就会有转机。你发现了吗？很多成年人不是被现实打败的，而是被自己编出来的解释困住的。因为解释不会让人疼，真相会。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希望，也不愿接受答案。而一旦这种愿意相信持续足够久，它就会变成你的现实。老板告诉你再坚持1年，公司上市给你份期权，你信了。有人告诉你这是普通人翻身的最后机会，你信了。有人告诉你只要坚持3个月、半年、1年，人生就会彻底改变，你还是信了。因为你太需要那个答案了。你不是看不出问题，你只是不敢面对另一种可能。你害怕自己这么努力，最后什么都没有。你害怕自己付出这么多，结果还是平凡。你害怕自己熬过的夜，受过的委屈，忍过的压力，到头来都变成一场空。所以别人给你画饼的时候，你不仅吃下去了，晚上回家还会偷偷给他加点馅。人最厉害的能力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替问题寻找理由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这些理由最后都会被你当成真相。因为理由能止痛，真相会流血。很多成年人活得越来越累，不是因为被骗得太多，而是因为自我说服得太成功。那个抱着衣服淋雨的人，至少知道自己在淋雨，而相信画饼的人，往往连自己正在骗自己都不知道。他们一边受苦，一边告诉自己这是成长，一边失望，一边告诉自己这是考验，一边被现实反复打脸，一边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不一样。可笑林广记真正狠的地方在于，他告诉我们，人有时候不是被别人骗进去的，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进去的。因为承认被骗并不难，难的是承认自己明明看见了问题，却还是选择继续相信。可如果说前面这些人还有机会回头，那么接下来这个人更惨。他明明知道前面是坑，却还是一步一步往里跳。因为有时候困住一个人的不是骗局，
不是别人，而是那颗舍不得认输的心。孝陵广记里有个特别荒唐的故事，一个小偷半夜翻进别人家里，结果发现这家穷得叮当响，屋里连件值钱东西都没有，只有炕上铺着一张破草席。来都来了，总不能空手回去，于是小偷卷起草席就跑。奇怪的是，主人明明醒着，却没有喊人抓贼，而是光着脚在后面拼命追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跑了3里地，小偷终于跑不动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。结果主人气喘吁吁追上来以后，说的第一句话却不是把席子还给我，他摆摆手说：“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席子卷反了，粗的那头应该放脚底下。”第一次看到这里，你会觉得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，大半夜光着脚追了3里地，最后居然只是为了纠正别人卷席子的方向。可仔细想想，现实里最让人筋疲力尽的事，往往也是这样开始的。你和伴侣吵架，明明已经知道继续争下去没有意义，却还是非要把最后一句话说赢。你和同事争论一个根本不会被采用的方案，下班以后还在脑子里反复推演。你和朋友冷战几年，后来连为什么生气都忘了，却还是谁都不肯先低头。那个主人真的在乎那张草席吗？未必，他在乎的是自己不能错。这种执念在成年人身上太常见了。有人股票亏了 70%， 还在不断补仓，因为卖掉就意味着自己判断错了。有人婚姻已经走到尽头，还在硬撑，因为离婚就意味着这些年的付出没有结果。有人创业失败，借钱也要继续撑，因为关门那一天等于亲口承认自己输了。你发现没有，人真正舍不得的从来不是钱，不是感情，不是事业，而是那个我没错的故事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放不下的是事情，其实放不下的是那口气。人最容易上瘾的从来不是胜利，而是证明自己没错。因为一旦承认自己错了，就意味着过去的坚持可能毫无意义，过去的付出可能白费了，过去拼命维护的东西可能根本不值得。所以投资亏了继续加钱，不是因为看好未来，而是不甘心认输；感情烂了继续忍着，不是因为还有爱，而是舍不得承认选错了人；工作已经做不下去了，却还在硬撑，不是因为热爱，而是害怕承认自己这些年走错了路。那个追席子的人跑了3里地，现实里的人往往跑得更远。有人用3年证明自己没错，有人用10年证明自己没错，还有人用半辈子证明自己没错。可当一个人开始用人生证明自己没错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输了。因为承认错误只需要1分钟，可承认自己这些年的坚持可能毫无意义，却需要巨大的勇气。而孝陵广记，接下来这个人更进一步，他不仅不愿认错，他开始用谎言保护自己。孝陵广记里有个人特别爱吹牛。一次和亲家喝酒的时候，他喝得兴起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我家那条狗聪明得很，不但识字，还会教书。”亲家听得一脸敬佩，连连点头。结果没过几天，亲家专门登门拜访，说想见见这位会教书的狗先生。男人当场傻眼了，因为牛吹出去的时候很容易，圆回来却很难。眼看就要露馅，旁边的妻子倒是镇定，笑着说：“实在不巧，那条狗今天一大早就出去坐馆教书去了。”这个笑话最狠的地方，不是丈夫吹牛，而是妻子居然跟着一起圆。一个谎言刚刚诞生，第二个谎言立刻冲上来保护他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人生就不再是生活，而是在维护一套说法。现实里多少人也是这样，同学聚会的时候，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，其实你刚失业，银行卡余额越来越少，连续半个月没睡好觉，可你还是笑着说还行，最近有点忙。那一刻你舒服了，因为面子保住了。可从那一刻开始，你也掉进去了，朋友圈还得继续发，状态还得继续装，
别人夸你发展不错，你还得继续借。最开始你只是想保住一句还行，后来却要用半年、1年甚至更久的人生去维护这2个字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活得累，是因为事情太多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累的是，你每天都在给昨天说过的话打补丁。白天上班8小时，晚上还要兼职扮演另一个自己。你在公司演前途无量，在朋友面前演云淡风轻，在父母面前演一切顺利，在朋友圈演热爱生活。于是你开始发健身照片，发出差照片，发读书照片，发深夜加班照片。你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在成长，在奋斗，在变好。可慢慢的，这些东西已经不是记录生活了，它们开始变成你的工作，你每天都要维护它。最讽刺的是，很多人最累的时候，恰恰是看起来最光鲜的时候。因为生活已经很难了，他还要额外再经营一个版本的自己。最开始你是在骗别人，后来你慢慢发现，你连自己都快骗过去了。而人最危险的时候，不是撒谎，是开始相信自己撒的谎。因为谎话说1次是谎话，说10次是解释，说100次就是人生。可如果只是一个人骗自己，还不算最可怕。最可怕的是，所有人都开始一起骗。地主过寿，3个女婿都要送酒祝寿，可谁都舍不得拿真正的好酒出来。3个人不约而同打起了同一个算盘，反正别人会送酒，我偷偷倒一坛水进去，没人发现。结果寿宴当天，3个人全这么想，3个人全倒了水。开席以后，大家端起碗一喝，满满一大缸，全是凉水，没有一点酒味。可神奇的是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真话，所有人都在点头，所有人都在夸赞。好酒，真是好酒。这个笑话第1次看很好笑，第2次看却有点发冷，因为现实里到处都是这样的酒缸。公司团建的时候，明明所有人都累得只想回家睡觉，可老板举起酒杯说感谢大家的奋斗，每个人还是满脸笑容鼓掌叫好。朋友圈里明明知道对方发的是精修过的人生，大家还是排着队点赞留言。会议室里明明很多人都觉得方案有问题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第一个开口，因为谁先说真话，谁就会成为那个不懂事的人。于是大家默契地配合着，一边喝着凉水，一边夸赞这酒真香。慢慢的，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所有人都在演的时候，演戏就不再是演戏，它会变成现实。你明明很累，却觉得是不是自己太脆弱；你明明不快乐，却觉得是不是别人都比自己能扛；你明明过得不好，却不敢承认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告诉你，他们过得很好。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人撒谎，而是一群人一起撒谎。因为在这种时候，真话不是被反驳，而是被消失。当所有人都在演的时候，真实反而成了一种错误。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敢说真话？因为真话会让你显得格格不入。大家都在说自己过得很好，你说自己撑不住了；大家都在晒成功，你承认自己失败了；大家都在谈未来，你说自己迷茫了。那一刻最难受的不是痛苦，而是你会觉得自己成了异类。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沉默，选择配合，选择一起表演。最后整个社会像一个巨大的舞台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却以为只有自己在戴。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前面那些人至少还知道自己在演。而笑林广记接下来那几个人更可怜，他们已经演得太久了，久到连自己都信了，久到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而这才是整本书最锋利的一刀。
孝陵广记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人，这个人不偷不抢，也不骗人，可他身上却藏着一种比欺骗更危险的东西。书里说，有个穷书生，家里穷得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屋顶漏雨，衣服打着补丁，可他偏偏把自己当成大人物。见人喜欢高谈阔论，说起天下大事滔滔不绝，谈起治国安邦更是头头是道。别人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，他总是轻描淡写的摆摆手，仿佛那些柴米油盐根本不值一提。时间久了，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穷得揭不开锅，可他自己却越来越觉得自己与众不同。有一次，有人实在忍不住问他，你既然懂这么多道理，为什么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样？书生听完以后，非但不脸红，反而冷笑一声，说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。旁边的人听完都愣住了，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不像是在辩解，更像是真的相信自己只是暂时落魄，未来一定会飞黄腾达。第一次看到这里，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可笑，可仔细想想，现实里这样的人真的少吗？有的人工资不高，却天天研究富豪思维；有的人生活一团糟，却热衷于教别人怎么活；有的人什么都还没做到，却已经开始以成功者的口吻点评世界。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学习成功经验，而在于他们慢慢把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当成了真实的自己。当一个人无法接受现实的时候，他最容易做的事情不是改变现实，而是重新解释现实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？越缺什么的人，越喜欢谈什么。没赚到钱的人研究财富自由，没经营好关系的人研究人性，没做成事情的人研究顶层逻辑。这些知识本身没问题，问题在于，有些人学着学着，就把知道当成了做到。他以为自己已经接近成功，其实只是越来越擅长描述成功。现代社会最容易出现一种错觉，收藏等于学习，学习等于成长，成长等于改变。可事实上，收藏了100篇文章，不等于理解了1篇文章；看完10本讲赚钱的书，不等于赚到1分钱；听完100期讲人性的节目，不等于真正看懂一个人。很多人最大的满足感，不是来自改变人生，而是来自一种我已经懂了的幻觉。他们把刷到的知识当成自己的认知，把听来的道理当成自己的经验，把别人的成功故事当成自己的成长记录。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却感觉自己已经进步了很多。于是他们越来越喜欢讨论，越来越喜欢分析，越来越喜欢点评。因为讨论比行动容易，分析比承担风险容易，点评世界比改变自己容易。慢慢你会发现，有些人读了很多书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生活；听了很多课，却从来没有解决过问题；懂得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因为知道和做到之间，隔着行动；理解和改变之间，隔着代价。而大多数人最擅长的，恰恰是在没有付出代价之前，先获得一种已经成长的满足感。现实越让他痛苦，幻想就越让他舒服。久而久之，他开始沉迷于那个想象中的自己。明明没有拥有，却觉得自己已经接近拥有；明明没有做到，却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一切；明明还站在原地，却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很远。于是行动越来越少，评价越来越多，成长越来越少，优越感越来越多。很多人以为无知最危险，其实并不是。真正危险的是，一个人开始把幻想当成认知，把想象当成经历，把自我安慰当成真相。这样的人往往越活越自信，却离真实越来越远。可如果说这种幻觉还只是停留在脑子里，那么孝陵广记接下来那个故事则讲到了另一种更深的幻觉。那种幻觉已经不只是影响一个人的判断，而是直接变成了他的身份，
变成了他活着的全部意义。书里还有个故事，看起来荒唐，细想却让人后背发凉。有个商人年轻时候吃过不少苦，好不容易攒下一份家业，后来有了钱，买了宅子，雇了伙计，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从那以后，他最在意的事情开始变了。他不再关心今年赚了多少钱，也不再关心生意做得怎么样，他最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称呼他。邻居见面要喊老爷，伙计见面要喊老爷，亲戚朋友登门也必须客客气气喊一声老爷。如果谁忘了叫，或者少了几分恭敬，他心里就会特别不舒服。有一次，一个刚来的伙计不懂规矩，见面只是喊了一声掌柜的，商人当场沉下脸来，把人训斥了一顿。从那以后，整个宅子里的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叫错了称呼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商人的生意越来越差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。等到晚年的时候，他已经卧病在床，家里人围在床边，等着他说最后的话。可他张了张嘴，反反复复说的却只有2个字：老爷。儿子开始没听懂，把耳朵凑过去，老人又艰难地重复了一遍。儿子这才明白过来，哭着喊了一声老爷。老人听完以后，才慢慢闭上眼睛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，你会觉得可笑。一个人临终之前不惦记家人，不交代后事，却还惦记着一个称呼。可后来你会发现，现实里很多人其实都活成了这个样子。有人离开单位10几年了，见面还是要先介绍自己以前是什么领导。有人退休很多年了，却始终活在过去那个位置上。有人公司已经倒闭，却还在怀念当年的身份和风光。因为他们守护的从来不是一个称呼，而是一个答案。很多人退休以后突然老得特别快，不是身体不行了，而是身份消失了。有些领导离开岗位以后，最难受的不是收入下降，而是没人再主动给他倒茶了。有些老板公司倒闭以后，最痛苦的不是没钱，而是没人再叫他老板了。身份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。孝陵广记为什么总爱嘲笑老爷、秀才、掌柜？因为作者早就发现，人最容易上瘾的不是金钱，而是身份。钱没了还可以赚，房子没了还可以再买，可一旦把身份当成自己，身份没了，整个人都会崩塌。因为身份会偷偷给人一种幻觉，你以为别人尊重的是你，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尊重的是那个位置。你以为别人离不开你，其实别人离不开的是你手里的权利。你以为别人喜欢你，其实别人喜欢的是你的身份带来的价值。所以很多人拼命往上爬，最后却把自己困在那个位置上。得到的时候战战兢兢，失去的时候痛不欲生。因为他早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，自己拥有身份，还是身份拥有自己。可一旦这些东西被拿走，他就慌了，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。他认识的只是那个职位上的自己，那个头衔里的自己，那个被别人认可的自己。于是很多人拼命维护体面，拼命维护身份，拼命维护过去，不是因为舍不得那些东西，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以后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。可孝陵广记真正想说的并不是身份会消失，而是如果一个人只能靠身份证明自己，那么从得到身份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其实就已经失去了自己。看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孝陵广记讲来讲去好像讲的是别人，其实讲的全都是我们自己。书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有个人晚上喝醉了酒，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口井，低头一看，发现井里居然有个月亮。他一下急了，以为月亮掉进井里了，于是赶紧找来绳子，想把月亮捞上来。他忙活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把绳子扔下去，结果绳子突然挂住了东西。他心里一喜，以为真的勾住了月亮，于是拼命往上拉。拉着拉着，绳子忽然断了。
整个人四脚朝天摔在地上。可他抬头一看，天上的月亮还在，于是高兴地哈哈大笑，说总算把月亮救回来了。这个故事表面是在笑一个醉汉，可仔细想想，人这一生何尝不是这样？很多时候，我们拼命追逐的东西，其实从来就不属于我们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缺的是钱，拼命赚钱，赚到以后发现焦虑还在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缺的是爱情，拼命恋爱，恋爱以后发现空虚还在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缺的是认可，拼命证明自己，真被认可以后，又开始害怕失去认可。原来问题从来不在外面，而在里面。月亮一直在天上，只是我们把自己的倒影当成了月亮。有人拼命追逐别人的认可，以为得到认可就会幸福；有人拼命追逐财富，以为赚够钱就会满足；有人拼命追逐名声，以为所有人都喜欢自己就会快乐。可真正得到以后才发现，原来焦虑还在，痛苦还在，空虚还在。因为问题从来不在那些东西身上，而在自己身上。那个醉汉以为自己在救月亮，其实他救的是自己的幻觉。很多成年人也是一样，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追求成功，其实是在追求别人羡慕的目光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努力生活，其实是在努力符合某种期待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成为自己，实际上却是在活成别人希望看到的样子。于是越努力越焦虑，越成功越空虚，越得到越害怕失去。前面那些故事里的人，看起来被不同的东西困住了。有人被面子困住，有人被身份困住，有人被执念困住，有人被谎言困住，有人被幻想困住。可追到最后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困在同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当成了现实，把自己的执念当成了真相，把自己的幻想当成了人生。而人这一生最大的悲剧，往往不是得不到，而是从来没有看清自己到底在追什么。到了最后，笑林广记其实已经不再讲笑话了，他开始讲一个更残酷的问题。书里有个人，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，比别人有见识，也比别人更有能力。可为什么别人成功了，自己却没有成功？于是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答案，是时运不好，是贵人没来，是别人不识货，是环境限制了自己。于是他一直等，等机会，等风口，等命运转身。10年过去了，他还在等；20年过去了，他还在等。等到后来，他已经不抱怨了，也不愤怒了。别人问起的时候，他只是淡淡一笑，说自己早就看透了世事。听起来好像很通透，很豁达，很有智慧。可问题在于，他这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。他只是用看透代替行动，用解释代替改变，用认命代替成长。他把所有问题都解释得很合理，失败有理由，停滞有理由，放弃有理由，不改变也有理由。慢慢的，这些理由越来越完整，也越来越牢固，最后变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，把他自己关在里面。而这恰恰就是笑林广记最锋利的一刀。他发现人最大的危险，不是被骗，不是无知，而是拥有一套能够解释一切的逻辑。当一个人什么都能解释的时候，他就再也不会改变了。有些人把失败解释成时运不济，把懒惰解释成顺其自然，把放弃解释成看透人生，把害怕解释成谨慎，把不行动解释成等待机会。解释到最后，他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，唯独没有人生。因为成长最大的前提不是聪明，而是承认。承认自己可能错了，承认自己可能看错了人，选错了路，赌错了方向。如果没有这种承认，再漂亮的道理，最后都会变成囚禁自己的牢房。当一个人什么都能原谅自己的时候，他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可能。
前面那些故事里的所有人，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。抱着衣服淋雨的人在解释自己的体面，相信画饼的人在解释自己的希望，追习字的人在解释自己的执念，吹牛的人在解释自己的人设，守着身份的人在解释自己的价值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道理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问题，可真正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因为人生最可怕的从来不是犯错，而是把错误解释成正确，不是迷路，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迷路了。所以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孝陵广记真正想问我们的其实只有一句话：你这一生到底是在认真的活着，还是在认真的解释自己为什么活成现在这样？很多人读完这些笑话会发笑，可笑着笑着又会突然沉默下来，因为他们终于发现，原来那些故事里的傻子并不在书里。原来那个抱着衣服淋雨的人，那个拼命维护人设的人，那个不肯认输的人，那个活在幻想里的人，可能一直都在自己身上。人生最大的悲剧，不是贫穷，不是失败，也不是被人欺骗，而是活到最后才发现，自己这一生一直在扮演别人期待的样子，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。孝陵广记留给后人最残酷的一面镜子，不是让你看见别人有多可笑，而是让你看见自己到底活成了什么样。很多人以为自己输给了命运，后来才发现自己只是演了太久，久到忘了自己是谁。镜子已经给你了，至于敢不敢看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